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fred， 今日會同大家講4間東京嘅餐廳，包括集天婦羅、懷石、法式料理於一身，米芝蓮一星銀座北川、必比登吉列豬扒、東京第3高分車力門、米芝蓮一星天婦羅心丁50年傳統手藝傳承，仲有燒肉放題，幾嚿水可以任食大大塊厚切牛舌，訂位方法下面 info box 會有說明。第一間我哋去銀座北川食割烹料理，米芝蓮一星 Tabelog 百名店，唔計酒水，人均大約32,000 yen。簡單嚟講，割烹即係喺開放式廚房嘅吧台座位，享用高級日本料理嘅餐廳類型。除咗味道、視覺享受以及食客同廚師之間嘅互動，更加係割烹之中嘅一大重點。餐飯開始冇耐，成間鋪突然熄晒燈，跟住師傅就攞住呢盤插晒蠟燭嘅嘢俾啲食客。其實呢一盤就係日本料理常見嘅八寸，即係前菜。食客影完相之後，師傅就會幫你攞翻開嗰啲唔食得嘅蠟燭同埋裝飾用嘅花，充分體現呢間餐廳中意表演嘅特性。話說呢間餐廳其實係另一間名店銀座 Shinohara 嘅姊妹店嚟嘅。佢哋嘅食物風格非常多變，糅合咗天婦羅、壽司、懷石料理、法式料理等等。其中天婦羅都幾主打嘅，有好多道菜都係天婦羅。例如呢嚿嘢都好好食噶，佢用咗炒過嘅辣椒去芬香雜錦天婦羅。天婦羅餅吸收咗辣椒嘅香氣，但味覺上就唔會覺得好辣，好有心思。跟住佢哋又表演啦，吧台後面突然之間打開咗個窗，見到有個師傅吉住好大嚿堅魚喺度煙燻。其實嗰嚿堅魚我估計一早已經煙燻咗好耐，而家呢個步驟真係表演用途居多，先聲奪人。未上菜，食客已經睇到同聞到煙燻呢個重要元素，之後再交俾另一個師傅切片，加上調過味嘅蛋黃醬、蔥花、紫蘇花，清新嘅紫蘇花配搭柴火氣息濃郁嘅堅魚，非常夾。呢嚿炭火烤嘅和牛柳都好好食，成餐飯咁多道菜，未必每一樣嘢都會好有印象，但呢嚿牛肉就係剪片嘅時候都會記得佢好食。唯一缺點就係份量太少，現場食嘅時候完全唔夠喉。食到咁上下提一提，今條片每間餐廳都係揀啲重點講，唔會每一道菜都影同埋講解。好似呢一間割烹或者後面有間食天婦羅，大家就唔使驚咁少嘢食唔夠飽，係我冇影晒出嚟啫。講下呢間餐廳嘅結論，整體嚟講都係好食嘅，但因為佢周身刀嘅關係，個別有啲食物又不至於可以同一啲最頂級嘅專門店去比較。中意新奇有趣刺激嘅朋友可以一試。想好似我咁周圍飛去食嘢，而家只要投個票就有機會贏走價值2萬蚊旅遊現金券，仲有其他豐富獎品。講緊嘅就係 OpenRice 1年1度開飯熱店2025嘅投票。投票方式好簡單，只需要撳下面條 link， 登入翻會員賬戶，撳幾個掣俾你心水嘅餐廳就搞掂。全港任何餐廳都可以投票支持。結果100% 由你哋選出。今年仲新增咗一個開飯百大人氣榜，提供多一個覓食指南俾大家。有關連結同活動詳情都會放喺下面 info box， 大家記得投票啦，撐下自己中意嘅餐廳。7月31號就截止，記得投票啦。跟住我哋去食吉列豬扒，佢開業冇耐就連續4年攞到米芝蓮必比登，同時亦多次入選 Tabelog 百名店。餐廳嘅地點對遊客嚟講都好方便，地鐵站一出行幾分鐘就到。全間鋪得12個位，理論上係全預約制，但如果你好彩係可以 walk in 執雞嘅。不過遊客就冇必要搏啦，去到摸門釘就嘥時間。老闆武澤先生曾經喺一間叫做經味嘅名店修業，之後就自己開咗一間高級嘅割烹店，評價都唔錯。但後來佢就決定轉換跑道，專門做炸豬扒，咁就一炮而紅。同好多炸豬扒店一樣，呢度都係一個 set 一個 set 咁叫，視乎你叫咩牌子嘅豬肉，以及係咩部位同埋份量係幾多，價錢由4000零 yen 起至到700-8千 yen 都有。我哋今日嗌呢兩個套餐就大約5000 yen 左右。據講，車力門係會固定入幾款唔同產地品牌嘅豬肉，例如山形三元豚、米澤三元豚、梅山豚等等，但就唔係每一個套餐都會寫到明係用邊一種豬。
而家見到呢一款就係我食炸豬扒好中意點嘅里脊肉，一般嚟講會肥少少，脂肪嗰種甘甜嘅香氣會明顯啲，但今日呢塊我覺得佢偏瘦，切開咗之後冇乜汁水。另一份揀咗腰內肉，見到紅紅地千祈唔好驚，不厭其煩講多次係故意嘅。唔想食生豬肉嘅朋友，記得唔好去任何出名嘅日本豬扒店，大部分都係咁上下。唔出名嘅就會做全熟。儘管今日呢一件腰內肉嘅火候唔錯，但因為食材關係，口感味道同我心目中好食嘅都仲係有段距離。第3間餐廳係京橋嘅天婦羅名店心丁，最近3年都攞到米芝蓮1星，喺塔比洛古嘅頒獎禮仲攞過2年銀獎，晚市人均3至4萬日圓，視乎揀邊個套餐。料理長兼老闆今年已經80幾歲，有超過半世紀嘅經驗。而家呢間鋪頭就同佢個仔一齊經營。用餐當日，心丁老師傅全程企喺度做 QC 兼幫阿仔打下手。50年傳統手藝傳承就係咁解啦。一開手嘅海參就正常發揮，但跟住嗰嚿鮑魚個面衣係濕晒同淋晒嘅。原因係食材嘅水分喺出鍋之後滲出嚟。其實做天婦羅係有好多方法可以防止呢個現象，一間名店竟然會出現呢個問題，令我嚇咗一跳。跟住係好有指標性嘅蝦頭，呢樣嘢要好食，重點就係要炸得夠耐。正因為咁，所有天婦羅店都會將蝦頭同埋蝦身分開做2道菜，因為佢哋兩者需要炸嘅時間係唔一樣。但今晚呢隻蝦頭一睇個顏色就覺得略淺，入口鮮味唔夠澎湃，推測係炸嘅時間短咗。而蝦身嘅部分就調翻轉，對我嚟講係炸耐咗少少。蝦肉嘅部分已經非常接近全熟，同神台級將熟未熟嗰個狀態有明顯差距。另外想講下佢個麵衣，餐廳一般會用幾隻麵粉、水同埋雞蛋去製作粉漿，唔同比例就會做出唔同口感嘅麵衣。今日呢度嘅麵衣係極度輕盈鬆化，聽落好似係優點，但其實所有天婦羅師傅都要面對一個問題，就係麵衣嘅硬度。如果麵衣唔夠硬，炸完擺出嚟閒置，食材有水分滲出，又或者食嘅時候點汁，麵衣就會即刻變腍。所以天婦羅嘅麵衣酥脆得嚟係應該要有少少硬度，太過極致嘅輕薄反而可能係一個缺點。今日喺度食咗幾件天婦羅，我就覺得佢哋嘅麵衣係太容易變腍。呢件係佢哋嘅鎮店之寶天婦羅海膽，用咗大葉包住啲海膽，呢嚿嘢好多鋪頭都搞唔掂個火候。之前食過天婦羅之神2代都炸過籠，今日呢嚿就好食到不得了。今餐飯一路食，亦都觀察到一啲好有趣嘅現象，就係每一個師傅都有佢哋自己嘅理論同埋做法。例如好多師傅都好強調嘅一個技術閒置，即係啲食物炸完唔係一出鍋就俾人食噶，係會擺埋一邊幾十秒至幾分鐘，利用餘溫以及食材本身嘅水分，進一步整熟嚿食材。視乎時間同溫度，令食材呈現出類似蒸或者烤嘅效果。但今日我喺度睇咗成餐飯，就唔係好覺佢哋有做閒置，大部分食材都係一出鍋就直接夾俾食客。其中有幾樣嘢，例如一啲厚身嘅魚，好似沙錐同星鰻，就會覺得魚肉嘅質地比較乾，真係會似炸而唔係天婦羅。最後輕鬆啲，食一間大眾化嘅燒肉店，出名專食牛舌放題，6000幾日圓任食100分鐘，用餐氣氛好輕鬆好歡樂，食客好多都係當地嘅年輕人。一開手咧就會上咗一份牛舌拼盤，咁呢一份拼盤咧就會有店員埋台幫手燒嘅。咁上面會有3樣嘢啦，分別係一個原味嘅薄切，一個原味嘅厚切，同埋一個咧係有葉味嘅薄切嘅。咁嗰個原味嘅薄切，你除咗可以就咁點下鹽食之外咧，佢就準備咗一個咧撈咗味嘅葱，咁呢個就可以捲埋落去嗰個薄切牛舌嗰度一齊食啦。咁如果係厚切嗰個牛舌咧，除咗可以點鹽之外咧，咁枱頭都會有2個汁嘅，咁一個係檸檬汁啦，另外一個就係一個類似燒肉汁咁樣。呢件唔係普通嘅漢堡扒，係牛肉溝埋牛舌整成㗎。雖然2溝之後牛舌嘅存在感唔會太明顯，但係口感又會同一般嘅漢堡肉有少少分別，幾得意。
呢一個咧係一個類似牛撻撻嘅物體，咁但係佢唔係淨係牛肉，佢係撈咗牛舌嘅。咁嗰個牛舌當然就係要熟㗎啦，即係生牛舌食唔到㗎嘛。咁但係佢個牛肉咧，我而家就咁食咧，佢都唔係話全生嘅，即係半生熟咁樣樣啦呢兜嘢。咁頭先個底都係有啲蛋黃啦，然後面頭滲咗啲芝麻咁樣樣。成個套餐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牛肉部位可以揀，咁我哋都喪點㗎啦。又有板腱肉，又有橫膈膜肉，有啲又特別註明係和牛。其實幾款肉都唔錯嘅，但平均嚟講，我覺得牛舌係好食過牛肉。以佢哋嘅收費嚟講，食物水平正常發揮。最後又幫自己賣下廣告，中意去日本玩嘅朋友記得 follow 埋我 Facebook、IG。我手頭上仲有100幾十間餐廳影咗相，但係未出 post。嚟緊會勤力啲清一清啲存貨。今日講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